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依林。首先欢迎今天到场嘉宾，第一位是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苑老师。依林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哥。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我们的时事评论员邱敏宽哥。依林好，大家好。好，在这个焦点，我们要带大家来讨论，现在呢，中日关系不但没有缓和，而且几乎是全面炸锅了。就是因为高市早苗一句台湾有事的这一番言论，引爆了北京震怒。我们要来看到呢，现在学者点出来，因为说，其实呢，高市早苗他这一句话就是直接踩到了北京的4道最高的等级的红线。我们来看到，包含了是主权红线，认为他讲的这一席话呢，暗示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还有民族记忆红线，因为挑动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伤痕，还有政治尊严红线。明明才在釜山跟习近平承诺说，会稳定关系，但是怎么回国之后就背刺挑衅？还有包含了国际化红线，企图要把台湾的问题推向国际战场。所以呢，北京现在反应也是非常的激烈。你可以看到，北京马上就祭出了4把利剑，包含了旅游禁令。日本的经济产业省就评估说，如果中国的游客减半的话，那他们 GDP 至少是会下滑0.3%，影响47万人他们的就业哦。还有包含稀土管制，因为日本的这个高科技产业呢，非常依赖中国的稀土，尤其是您看到了像是迪特，这几乎呢都是从中国来进口。还有产业链的脱钩，加速了对日本产业的国产的替代，以及包含实战化军演、扩大海空训演范围，而且提高频率，对日本的自卫队射入台海的行为，也画出了这个明确的红线。那还包括有一个热腾腾的消息，是在我们录影之前宣布的，因为中国直接通知日本说停止进口日本所出口的这些水产品。那现在大家就在想说，是不是接下来压力会越来越大？所以日本有艺人也接连表态了，像是歌手美伊里亚，还有演员呢石野浩二，他们直接在微博上公开表态，说永远支持一个中国。好，想请教苑老师了，您来看高市他踩到的红线到底有多严重？还有说这几把利剑，哪一件对日本来说最致命？非常非常严重啊！这个里面讲的这个4个红线都是跟台湾有关的。主权红线，他讲的台湾有事，学安倍晋三讲哈，日本就有事。我觉得日本就应该有伤势啊！历史来讲的话呢，历史仇恨因为大家都会强调14年的抗日台湾从1895年开始对不对？我们的抗日的话呢，你要加多少年对不对？要加上就进去然后这个政治上的红线，大家不要忘了。就是在这个在韩国的时候 ，APEC 会议当中，这个高市早苗跟这个习近平主席还见面了30分钟对不对？这个就是一个好的开始。高市早苗回头就见了林信义还称之为执政对不对那么这个对于这个大陆来讲的话呢，就非常生气那就要把这个台湾问题国际化，因为这高市早苗讲的这种事情的话，也只是很委婉的把所有日本的心里的想法整个说出来。但是日本本身就是日本跟中国就是2个不同的国家，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必须坦白讲你刚刚问到的问题就是说旅游禁令的话呢，说句良心话，日本人的话呢很倔强。日本人到目前为止的消息不但是拒不道歉，也不要把话收回来，甚至说高市早苗12月份的时候要参访靖国神社，到里面的话披麻戴孝，哭得死去活来，你就是要做给你中国人看。所以说我可以这样讲第一件事非常重要，这一切都是有预谋的高市早苗的情况也有预谋，日本的政客也有预谋，那中国的这个政府单位当中的反应那中国的预谋我可以这样子讲就是说在11月7号那一天第一时间内。就外交部、国防部再加上国台办，同时集体反应，用到最激烈的文字。最后第2天的晚上凌晨1点半，召见那个日本驻华大使就叫做奉释表示什么呢？表示从上到下。这个奉释这里用的词语，外交词语大家都没有注意到，这里面非常严重。那另外的话呢，我自己的话呢这个我非常了解大陆人的心情因为我自己也是算大陆人嘛。所以说，大陆的整个民情舆论都非常激动。像你刚刚问到我说旅游稀土产业链脱钩包含禁买财产品呢，我觉得这不是重点，这都不会是重点。实战化军演是重点。我可以讲这个预期上来讲，我觉得高市早苗这个妈妈桑讲出来的话，真的把台湾害到了。用台湾人几乎所有人认为这个仗打不起来
啊，这个仗绝对打不起来。为什么？就是会觉得说，你只要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台湾人有这个弹性，但日本人很傻，日本人没有这个弹性。高市早苗做了一个违背的事情。这个现在实战化的军演的话呢，里面配合这个实战化军演，不是只有在黄海实战演习的实战演习这个3天而已。对实战化军演的话呢，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大概大家都没有接到消息，整个围台的这个大陆出动的战斗机60几架次。啊，就这几天几乎都是这样子。然后这里面的话呢，出现了一个最严重的一个情况，就是俄国啦、韩国啦、朝鲜啦，啊，整个东北亚地区沿着日本当中都环绕的开始表达有一种都谈到军事上的问题。啊，这个详细的情况等一下可能会有人再谈到，我不愿多说。但是我会大家想一想，你认为这些都是偶然吗？为什么韩国、朝鲜、俄罗斯怎么突然之间都对日本表达强硬呢？那这些的话呢，难道不是预谋吗？啊，虽然我没什么证据，但是我们必须要从这个角度来想。所以我觉得说，这一次发生战争的可能性非常大。好，谢谢岳老师精彩的点评。我们就要来看到刚刚说到的这4把利剑，因为大家在说，这真的是非常精准的扎在日本的命门上。怎么说呢？其中尤其是稀土的部分，因为日本自认为说现在已经降低了对于中国的依赖，但我们从图卡上您可以看到，事实的情况就是还是有60%就是靠中国。尤其现在呢，全球的稀土加工能力呢，90%就是掌握在中国的手上。以及包括了全球70%的稀土产能在中国。好，那回顾2010年的钓鱼台争议，当时呢，日本的汽车、科技这些产业是完全慌了手脚，尤其当时稀土的价格是一年之内就飙涨了10倍。所以现在很简单的来说，就是现在如果是稀土一断的话，大家在说那日本的汽车、半导体还有军工业可能是全面被垄断了。好，我们要请明宽哥来看了，因为德国前阵子他们被迫要停产嘛，是，那就连川普这么倔强的川普都不得不低头。好，那现在日本，就您来看，他有办法可以承受吗？稀土的话，日本当然是没有办法承受，但是我们这个议题要从高一点的地方来看这个大议题哦。刚才老师有说有可能会走向战争的一个边缘，我个人比较乐观。为什么个人比较乐观呢？我认为现在中国跟日本是把这场戏的张力全部张到最大，但其实双方都非常的克制。那我们一则一则来谈哦。其实，在过去这段时间，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哦，日本一直有所谓的首相荒。什么叫首相荒呢？日本的首相只要听美国的话，他一般能做的比较久，除非像安倍中间遭遇到了不好的事情。那中间呢，你只要向中国去倾斜的话，很奇怪哦，那个首相待不久哦。所以后面呢，各位可以发现呢，后面的话首相就常常换。所以呢，很多人就说日本的首相像什么呢？像走马灯啊。那走马灯后面等到了高市早苗，高市早苗也是花了9牛2虎之力才上了日本首相。为什么呢？因为自民党跟公民党中间还决裂完之后，后面好不容易就经过了一番波折完之后，可是高市早苗目前在日本的民调高达70%哦。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看到了一件事情，是川普紧紧握着他的手，感觉是爸爸握着女儿，然后呢，突然间从西装里面拿出一张，你要什么？告诉我，我通通会为你满足。这个叫空白支票。但是我们回头来谈到后面的架构就是双方把戏演足，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哦，日本的外务省赶快去跟中国的外交部来洽谈的当中，这个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画面，中方也得到了该有的一个回应。然后美国还说哦，他们会从延国的基地撤回了提风系统，所以双方其实是在降温的。但我们谈论到稀土这个就有趣了哈。全世界的稀土呢，它非常的重要。可是稀土呢，它有一个很大的麻烦，是在过去稀土是什么呢？是吃力又不讨好，价格不高。从矿源沿路到湿式的提炼，一直到干式的提炼，有很多不同的一个方法。可是很多人不晓得，缺了稀土，医疗不能动，汽车不能动，电子不能动，太空不能动，通讯都不能动。我就不讲细节。各位还记得吗？单在今年，欧洲4大品牌，他们说没办法做车了，为什么呢？因为稀土当中有一个叫做永磁磁铁。永磁磁铁它做的叫做永磁马达，它具有很高的一个磁链性哦。后面日本的 Suzuki 也出来投降，我们也做不了车了，我们也没办法做。各位，这单是汽车。所以后面呢，我们去谈论到川普的一个关税，我个人对于川普我是看不懂啦。川普的关税很多时候他是举着正义的一个大旗，但很多时候是你内容到底要讲什么？各位还记得吗？后面当整个美中握手对于稀土的议题谈完之后，突然间墨西哥跟巴西懵了啊！天哪！中国的关税比我们还便宜耶，
中国的关税比墨西哥跟巴西还便宜耶。但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情哦，中国这次在关税的谈判上，他们是处于被动的一个角色。但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发现，他们每次在关键的时间点，常常可以取得重大的胜利。所以我们只能说，稀土这个战役可能未来在20年、30年当中会持续的演进。但目前从矿源到提炼到最后的一个终端产品来说的话，中国具有优势。美国、欧洲一直说，我们现在要赶快来，要加油，我们要买矿产，我们要建工厂。其实这是需要20-30年的一个功夫。最近美国刚刚去跟非洲提了所谓的矿源保障，但是呢，他们非洲人说，中国已经先来了，现在新的货还是要先给中国，后面有多的新开采的再给美国。所以这次中国在稀土这个领域当中的话，可以说是打蛇打七寸，打的整个美国跟欧洲跟先进工业国打的是哇哇叫啊。是好，除了从经济上来看，其实在外交层面，大家也在分析说，拿日中2位领导人的外交层级高度来看，因为分析认为说蛮讽刺的，日本呢是背信忘义，说背后对中国下毒手，但是北京方面呢，对大国的外交当中反而是展现了这个成熟度，因为像是中国就信守跟川普的承诺嘛，履行了釜山协议，用这个高价买下了14船的美国大豆。那现在大家在关注说，好，中日关系闹得这么紧张，那美国的态度到底是什么？美国现在悄悄的把这个延国基地部署的提风飞弹撤了回去，而且川普面对镜头的时候，他直接说，其实美国很多的盟友不是朋友。外界就在看说，北京现在是很守信，但是日本反反复复。那大家也观察说，美国现在对日本的态度是不是比较冷淡？是不愿意帮日本来善后吗？还是在跟日本做切割？干哥都已经弄到全球头条了。川普，你倒是讲话啊，对不对？我们日本现在被国际围攻了，怎么办呢？老大哥帮帮忙，不帮为什么？当然不帮，为什么？我们才刚刚，敏宽刚刚讲的稀土才刚刚讲好，现在又有一样刚讲好了。我跟你讲，14艘船已经开始往中国开动了。为什么？总共载了84万吨的大豆。哎呀，我跟你讲，其实川普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一定会想说，终于卖出去了，终于卖出去了，船终于开出去了，我可以被农民少骂一点。等一下，没有这样而已，后面还要再买1200万公吨。大陆外交部已经承诺，到12月底我会再买1200万公吨，当然没有像以前那么多。通常每年到现在，中国已经买了这个美国大豆3000万公吨了嘛，可是今年大概只有2000万公吨左右啦。那这一批14艘船已经出去了，从墨西哥湾开出去了。川普心里在拍拍手鼓掌，所以高市你搞这个大麻烦，现在叫我怎么在言语上面去帮你忙，很难呐，你知道，因为你会掂量嘛，外交辞令都是这样，看对方的反应，你决定怎么说，你硬一点，我软一点啊，我硬的时候你就必须要软一点。那你现在从头到尾你看今天早上那个画面，你看那个刘劲松，中国外交部那个亚洲司长刘劲松去看金井正章特别跑去看他，两手插在口袋里面，你讲你的，我听我的啊，然后一脸不屑，也没有太多的反应啊，然后但是记者问他还会讲吗？请问一下你们会面的结果怎么样啊？很严肃啊，很严肃就说明了一切嘛，也没有说我骂他啊，他也没有哭着跟我求什么，那你就可从这画面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中国的态度是很一致的啊，从薛健到刘劲松，甚至到《环球时报》啊，他们讲的话都是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意志是一致的，所以高市早苗你没有什么选项。但是金井正章也讲了，很难收回，不可能道歉，不可能道歉，那会怎么样啊？那是不是要再事态继续恶化下去？我们现在看这个情况哈，说句实在话，我觉得还是最后由美国来出面还价，办一个什么会议之类的才有可能。不然的话，我跟你讲，这件事情我怎么看都看不出来，因为以日本的态度而言的话，他是不可能收回他讲出去的话。是。那可是这个不是只有中国现在对他这么有意见，而是周边国家开始都有意见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高市，我觉得他的首相之路比我想象的还要短命。是好，这中日紧张关系到底该怎么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
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